哎，我今天跟你们唠唠这个外国赘婿和我家长辈真实的相处模式吧。咱先说他最大的问题，就是不会捧臭脚，不会拍马屁。比如我爸毛笔字写得好，老在家里练字儿，我大胖媳妇看不懂，不但不夸，还老在旁边捣乱。我爸从右往左写的国泰民安，他从左往右看的安。我爸写了个知足常乐，他拿个字典查了一下啥意思。我也可以。哎呦我的妈！我爸写了个上下5000年，我也可以。这还不算啥，前几天我爸突然想看香山红叶，我们一家几口人就去爬香山去了。到了香山，那个晒呀，给雪人都快晒化了。然后大胖媳妇就越爬越疑惑，就问我爸说：“爸，咱到底来看啥来了？”我爸说：“你看这满山的是啥呀？”我老公说：“人呢？你来领我看人来了。”我爸说：“咱们一直在看的是枫叶呀，你们加拿大也有枫叶。”我老公说：“我们加拿大也没有啥别的叶啊。”我爸说：“那你看过枫叶是红的吗？”我老公说：“那你看过我们的国旗吗？我一个加拿大人不远万里来到了中国看枫叶，还不如看人呢，看人呢。”我爸这时候已经很不好意思了，我老公还补刀：“哎爸，你那什么，你当年不是铁岭高考的地理状元吗？你们铁岭高考只考铁岭地理呀？”我说这事我教过你，当时在铁岭的时候，我妈写了个7言绝句，你当时说你不会夸，听不懂，记不住，我教的你。拍马屁，拍马屁，领导写诗不用记，他到韵脚你提气，夸完格局夸立意嘛，你不当时学会了吗？他说那是拍马屁，现在是属于拍霸屁，理论上不是一个拍法。我说是老人就得拍，遇到长辈拍一拍。他说那这个词儿设计的就有问题，也不是拍马屁，也不是拍霸屁。这种虚伪的社交方式应该叫拍老屁，拍老屁。但是我爸就要继续爬，我老公说：“哎妈，太晒了，你去让老丈人回家。再说你不怕晒黑吗？明天连涂带抹喝老贵，暴晒一天整7岁。”我说我不怕呀，我有克莱因维 C 精华。你们看我上次出去玩回来晒啥样了？评论区全过来说我展示黄种人能有多黄。但是我不生气，我今天把脸连整了2支，肤色又回来了。7天连用3支，因为没有涂脖子，现在脸和脖子不一个色儿。它就是确实是不便宜，不过呢贵也有贵的道理，也确实没有平替有它这个成分。它是法国制药大厂出身，就药都能做，护肤品就是轻松拿捏，所以很难做到的浓度它也做到了。而且它是独立刺抛，每次用的时候都是新鲜的。前面说的都是缺点，咱说他呢也是关心老人，他有他的方式哄老人开心，但就是他的方式呢有点费老人。我姥81了，被我老公偷偷约出去4次吃冰激凌。我爷也81，这2年老了稍微有点忧郁。我老公去铁岭狗市给我爷买了一条袖珍萨摩，想勾引他没事出去遛狗晒晒太阳。但是这只花了450买的袖珍萨摩呢，它是个假货，承诺的是袖珍萨摩可装袋，结果半年长到了1.2米。我爷根本拽不住这狗，经常被这狗拉趴里。现在就是袖珍萨摩遛我爷，我爷出门穿钉鞋，所以说81是道坎儿，是有讲究的。然后前几天又轮到我爸了，我老公要和几个外国朋友去露营，非要带我爸。我爸说我60了，折腾不动了。我老公说老丈人你得要点强啊，老丈人60折腾不动。我爷79那年换了3个女朋友，葬礼上前女友来一车，组团来的。你60只能是中年人，我现在属于青春期。然后就非让我爸去嘛，我爸以为露营是个多高端的事儿呢，最后就去了。结果到了地方没有饭吃，自己生活，钻木取暖，露天厕所。晚上我们一群人在寒风中套着军大衣，瑟瑟发抖，等着面前还没有烤熟的土豆子。我爸就问他咱们干啥来了？我老公说吃苦啊，你以前吃过吗？我爸说也没吃过别的呀。你领我来吃苦，就好比我领你去看枫叶。枫叶那玩意儿，你小时候天天看，苦这玩意儿我小时候天天吃。我过了19年这样的苦日子，读书给我改变的命运，现在因为你这个独子又都改回来了，又都改回来了。哎，你知道如果过一段时间形势好转了，我大胖媳妇和孩子要是能过来了，我最愁的事儿是啥吗？你知道如果他来这儿生活找工作，他最缺的是啥吗？滚滚红尘，茫茫人海，有人缺增高的垫儿，有人缺资源的链儿，他缺东方情商的最低标准线儿，俗称没有眼力劲儿。我不知道长江以南的朋友能不能听懂啥是眼力劲儿啊？眼力劲儿就是摸清周围人情绪的一种基础生存能力。缺乏此物者的集中体现就是领导喝水你刹车，领导夹菜你转桌。俺俩在厦门刚认识的时候呢，我就发现了他在这个领域上有点差劲。但当时我寻思可能是就外国人整体来讲对于很多礼仪上的问题都表现得比较木讷。但后来我发现不是，就是他这个人眉中间有个红点，心缺个小眼儿，他缺心眼儿。当时我上大学的时候，我爸来厦门看我嘛，我就觉得这对象可能够呛成，我就一直没跟我爸说过这事儿，我就想自己上机场接他去。就是他听说了非得要跟着，结果呢我爸从机场出来，我看着我爸就以一个典型的东北方式打的招呼，我说到老爸，他就以为这是我爸名呢，站那儿漂白一片也冲我爸喊到老爸，给我爸飘零都下起来了。我爸心寻思我这改革开放以后也没来过闽南，不知道这地方现在经济发展不停歇，落地就是跌。然后他这不就没有眼力劲儿吗？我爸挺大个行李箱，他还干瞪眼不知道帮人拎，我就捅过他，我说你帮他拎呢。他说的
人家我看道老爸挺年轻的，你现在我就帮着拎，人家道老爸该多心了。我爸完全没有心理准备嘛，就突然之间非常不适应，再加上我老公的表现呢，就除了改口改的挺婀娜的，剩下的就确实挺尴尬。完了，我大胖姐问我，你说道老爸是不是不喜欢我？我说道老爸不是不喜欢你，他就是不喜欢自己的女儿这么早搞对象。我老公说啥是搞对象？我说哎呀，唧唧复唧唧，异性再相惜，女儿一长大终将成人妻。你就道老爸对这个事儿他还没有适应，你给道老爸一点时间。然后那天晚上我老公就请我爸去的一个音乐清吧，完那清吧的乐手呢还有病了没来，整个清吧就俺仨人，一人点杯酒围那小桌一坐。完我爸就发问了，你什么工作呀？我大胖媳妇儿，我没有工作，我还在读书。我爸又问，那你读完书是什么规划呀？我大胖媳妇儿反问，什么是规划？我爸说就是问你毕了业要去哪儿。我老公说啊，我不知道。我一看我爸当时那脸已经拉那老长了，我赶紧用英语跟他说，我说你就跟他说我毕业去哪儿你就去哪儿。完他就问我，那你毕了业要去哪呀？我说我哪知道啊，那他老实惠了，告诉我那不行，那万一你毕了业想去索马里呢？撼动冷酷的道老爸，诚意心中挂。索马里呀，索马里 is not my 规划，你不能因为想打动一个人就瞎承诺。然后我就感觉我爸老不喜欢他了，就一句话也不说，气氛尴尬到人想死。这时候就来只猫，就趴我爸旁边朝窗外，咱也不知道它情郎在哪儿，就搁那叫唤，就是叫唤。然后我爸就瞪这猫。完我大胖媳妇儿，我也不知道他是怎么想的，他是想调节一下气氛呢，还咋地，就把刚学着词儿用上了，过来了拿杯酒敬我爸杯酒，说你不要怪他，他想搞对象，他想搞对象。许多年以后，就我俩马上都要办婚礼了，有一次在铁岭，我爸还有大胖媳妇儿一块儿去吃烧烤喝啤酒，都喝多了，然后我爸还追忆往事呢。说实话啊，就当时我不是很得意你，我寻思这小子是不是小时候在加拿大的地方被冻着过，怎么虎了吧唧的呢？但是我爸呢有个小习惯，这个小习惯呢在他喝酒以后尤为严重，就他常年练书法，所以他就经常一边说啥一边在空气中他就得练这个字儿，就搁这练，然后他这嘴呢还得配合他这书法，就是可能是要吹宣纸啊还是咋的，就这边写这边，所以我爸就一边抒发感情一边搁那自己虎了吧唧。我大胖媳妇就问我说，我老丈人这衣服前面这俩兜底下破那老大口，他不知道吗？我说他知道，但这衣服呢是我人生第一次打工挣钱给他买的礼物，所以他说破啥也得穿，除非你给他撕成碎片。就在这个时候呢，过来几个人要来敬酒，是我爸单位同事在这烧烤店认出他来了，但是我大胖媳妇呢完全没有察觉有人来，他那个不回弯的小脑袋里就回荡着那一句话，除非把它撕成碎片。他看他老丈人要起身，灵机一动上去呱家薅住了我爸胸口开线的两个衣服头，说时迟那时快，我爸一起他一薅，咵嚓一声，道老爸道主任在他的同事面前，白衬衫被撕下去两个大条，露出了枣红色的红衬衣，像对联似的。然后我老公还学我爸呢，撕成碎片。我们一家啊，春节要回铁岭了，人还没等回去呢，我老公啊已经被我妈给卖了，没卖上价倒是，但反正给卖了。咋回事呢？前几天有人来问我妈，哎，你那个姑爷啊，是不是加拿大人？我妈说是啊。那人就问啊，那他这加拿大人会不会说英语？我妈说好像是不会啥别的语。那人说啊，那妥了，咋回事呢？俺们老周家呀，3代单传，就是朝这个栋梁这个方向培养的。你那什么让你姑爷给我孙子补英语？我妈说老周大过年的，老周说你看俺家也不趁别的，有个澡堂子。我不说别的，你们全家呢2023兔年套票全免。我妈说周哥，我没说完呢。我说大过年的来都来了，我跟你说，不光我姑爷行，彩玲的婆婆也来，小姑子也来。你到时候你挑，你看你更喜欢哪个年龄段，哪个口音调，你就吱声。人对面老周说不，那客气了。我妈说哎妈，外头啥呀？也不是没有呢，俺家有这玩意儿。别撕吧行不行？人外教课给你的，你给孩子的吗？我妈跟我说完这事，我就跟大胖媳妇说，我说你呀，过年得上一节课，人老丈母娘给你揽点活。大胖媳妇说为啥呀？我就给她看的微信截图，我说你看人都说了，这事办妥了，咱家所有人兔年搓啥澡都免。大胖媳妇一看，什么叫咱家所有人兔年搓啥澡都兔？你兔年狗年，我搓完澡也是鼠，还搓完澡都兔，四面都不舍得给我搓，还想改变我的八字。我说那两个字一个念兔，一个念免。还有啊，这个现象呢叫走后门。他说为啥要走后门啊？现在前门也不用扫码啊。我说走后门 ，walk the back door， 就是行贿的意思。你不也看过电视吗？就是什么哪个英国议员被抓起来了，因为行贿。他说那行贿应该会到他身上啊，也没听说哪个议员老丈母娘行贿他进去了，白白给老丈母娘行贿，百老汇。
反正我妈呢，现在因为搓澡套票把大胖媳妇预约出去了，还因为一个刷车卡有点动心要预约我婆婆。我妈说你跟你婆婆说要点强，完她上完课我带她烫头。我婆婆问烫什么样头啊？我妈说小羊毛卷，小羊毛卷可好看了。我婆婆说羊毛卷那玩意儿，我生下来就羊毛卷，我攒了好几年钱，拉了3遍才拉直的。拉直那天我就想哈，这辈子总算值了，回不去了。我妈说那你是没受熏陶，你来了一看，山海关之内清一色小卷，你来你也卷，这就是内卷。我说妈，你实话实说，你在这里是不是没少挣钱？我妈说钱就肯定是没挣，礼收了一些，但这个事儿我真有构思，以后你婆婆你小姑子可以每年来一次铁岭，咱们就在铁岭建立一个加拿大铁岭文化交流中心，名儿我都想好了，就叫拿铁一中。拿铁一中，我一打听，俺家现在门口杏仁露、核桃汁、大奶枣一箱一箱的。我就想说一个事儿啊，你们送他干啥呀？人在我手里呢。俺家外教不上中，上中需要我打通，送我呀。你看我的儿时玩伴就会送，就这款亮眼的极萌大熨斗明梨，人说这是有彩头的，他说你看它是红色熨褶子的，在头上施展拳脚，这不就是红熨当头吗？效果也好，它12级电击头，市面上最多也就6级，加上它面积大，就这么1、2、3熨完一张大脸，法令纹和眼部和别墅模式还不一样，全脸无死角的呵护。怕我不放心，这还有专业报告。我妈说你不光带人上课，人孙子现在想要个英文名，让你给起一个。大胖媳妇说他家姓啥呀？我妈说姓周啊。大胖媳妇分不清平翘舌，她听个姓走，她说姓走那还起啥？英文名就叫后门，全名 backdoor 走后门。我妈说叫啥玩意儿？我说他净瞎扯，他说叫掰个段。我妈转身跟人说那什么给起完了，贝克多周。